春晚上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让很多人知道了可可托海这个名字。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，可可托海其实不是海，甚至也不是湖。在蒙古语中，可可托海是蓝色的河湾意思，而在哈萨克语中，可可托海是绿色的丛林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可可托海。离开了禾木，选择了拼车加客运车的形式。从禾木拼车出来，大概150元可以到周边的小城，然后坐客运车到离可可托海最近的一个小县城富蕴县。富蕴县是一个非常干净美丽而又富裕的县城。带大家去夜市看一眼。现在是晚上10点多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夜市在河边还挺热闹的。这是县城的额尔吉斯河。去可可托海几乎90%以上都是自驾过去的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坐公交去的方法，尤其适合一个人。公交车每天10点钟就在这个县宾馆门前，50公里的路程，每个人只需要1块钱。显然这是一个公益的旅行大巴。这个大巴每天10点钟出发，如果人多一定要提早去排队。当然，如果没有座位，也可以在旁边的客运站35元一位拼车可以去可可托海。这是进入可可托海的隧道，路边写着功勋矿山震撼之旅。可可托海景区是一个5A 景区，由4个景区构成，其中绝大部分人去的都是额尔吉斯大峡谷景区。旅游大巴停到了这个地方，这里是3号坑，可可托海著名的一个景点。没有选择直接去3号坑，而是打车先去了可可托海景区。这里没有常规的出租车，一起拼车去景区，每个人10块钱，大概5公里。现在到了可可托海的额尔吉斯大峡谷景区。这个额尔吉斯大峡谷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可可托海景区。其他几个构成部分很少人去。穿过游客中心前面买票，每个人126，包括里面2段距离不短的景交车。现在刷身份证进去。首先要坐景区的交通车。第一段景区的交通车大约开30-40分钟。整个景区里都是沿着额尔吉斯河行进，沿途经过了一些景区宣传册的景点，但是不停，比如远处的这个夫妻树，还有像宝石沟这样的地方都不停。可可托海最美的季节是秋季，看这些植被就知道了。秋季都是遍地彩林。汽车开了将近40分钟，前面到达了第一个终点站——可可托海。
这个就是可可托海的额尔济斯大峡谷，下面流动的是额尔济斯河，是不是和你想象的可可托海完全不一样？从这里开始徒步 1.5 公里，这个位置是可可托海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神中山。河上有座桥，这个就是神中山，像一个倒扣的大钟。可可托海算是一个地质公园，这里有很多巨大的石头，其中这个神中山最为著名。欣赏神中山一定要在对面的山上去欣赏，这是对面的栈道。可能这里团队游客居多，很多人时间非常紧张，并没有爬上来。其实走这个栈道只需要半个多小时，所以到可可托海一定要这个角度去看神中山。现在开始下山，可以在河边嬉戏，感觉出来了吧？可可托海不是海，可可托海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，蓝色的河湾。欣赏完神中山，继续往前步行，前面继续乘坐景区交通车，还要大概开6-7公里的样子。这一段路程不要徒步，就坐车过去。10多分钟到达了景区车的第2个终点。这一段河流很漂亮，峡谷里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巨石。这个是骆驼峰，这个确实像。这个是象鼻峰，像不像大象的头部？尤其是眼睛和鼻子太像了。这个是神鹰峰，这个是人头马面，应该是一个人的侧脸。前面还要徒步1公里左右，挺好的这块风景。每个石头旁都有一个标识牌，这个是诺亚方舟，像一个船的形状。这写着羊羔泌乳，应该是小羊羔在喝奶，看看像不像？这片景点的山川河流树木也是很美的。美丽的额尔济斯河，这条河也是中国唯一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流。这个大峡谷景区的终点有一个瀑布，就是这个瀑布，但名字记不住。这里也算是边境地带，离边境比较近。从这里往前的峡谷就不让进入了，
再往前走就应该是接近蒙古的地带了。整个可可托海大峡谷景区至少浏览5个小时左右。结束了大峡谷，继续打车回到了3号坑。3号坑是国家的功勋之地。天伦。这里从49年到74年开采了大量的稀有金属。看一看这个3号坑。哇！水的。3号坑里开采过多达几十种的稀有金属，为国家的2弹1星、航空事业，还有当时偿还苏联外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到矿坑里参观一下。这个3号坑的门票和车票一共80元，虽然贵点儿，就当为国家做点个人贡献了。把衣服都穿好。这是阿依果兹矿洞，里面非常冷，几乎只有2、3度。这个3号坑2017年开始可以参观。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下一首赞歌。里面展示了这里出产的各种稀有金属。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。据说这里出产的金属在60年代曾经偿还了苏联40%多的外债，高达上百亿元。这是矿洞里当年运送的轨道。这里有非常多矿工的感人故事。这就是他们当时1天的伙食。最后呢，人约而至的完成了这8周采集矿石开采，交付给了中央，就认为中国首先和的制造，提供了咱们这个铯、锂、铍、坦宁这4之后呢，最容易得一种职业病，就是尘肺病啊。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就往前走了。这些矿工英雄们，很多人寿命都不长。当然，现在矿工的待遇大大改善了。目前这里的矿坑处于封闭状态，作为战略储备。这如果是真是在山洞里发现这个，我就以为我得到宝了。阿里巴巴啊！整个3号坑的参观时间大约1小时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坐1元大巴过来的，记得6点钟发车，5点多就要往回赶。如果错过了这个大巴，只能自己找车拼车回城了。这个就是回富蕴县的大巴，6点钟发车。怎么样？这个1元钱去可可托海景区1日游的攻略如何？还有，记住，可可托海不是海。明天去乌鲁木齐和自驾的伙伴会合，开始环天山之旅。昨天发了一个这个视频，很多人很感兴趣。画面上看上去，这条路非常惊险。这里是湖南郴州高一岭景区附近的刀背山。去景区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个路标，就是通往这个刀背山的。这里和景区里最大的不同有2个，第一个，这个是免费的；第二个，这里没有装护栏，所以拍照的效果更加惊险奇特。
还有很多人问这是怎么拍的，谁拍的？首先这是无人机拍的，但是并不是我有什么团队，而是由前面小房子里有一个收费拍无人机的地方。拍这样一个2分多钟的视频收费100元。虽然我的朋友也带了无人机，但确实拍不出这样的效果，所以就花钱拍的。这条路大概200-300米，只有中间一段路走起来非常危险，很窄，大概只有50公分宽，而且是一个上坡，但是一旦走过那一段路，前面就相对比较安全了。我个人感觉刀背山的这段拍摄确实效果比较好，比高一岭景区里出彩。今天来说一说怎么去高一岭，还有高一岭景区是什么样子。结束了柳州之旅后，临时决定去湖南郴州的高一岭。在郴州西站和朋友会合，2个人一起打车去了高一岭景区的农家乐。这个农家乐就在景区门口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民宿离景区门口1公里，老板给我们送上来了。有村民在这里把守。你问他，你打电话，你问问，给我们送上来的。出示了老板家的名片，每人优惠了10块钱。其实现在高一岭景区还没有正式开放，很多地方还正在修建，但是当地村民收取每个人20元作为卫生管理费。我们交了每个人的10块钱，开始往上走。走了700-800米，就看到了这样的风景。第一眼看上去，这里的地貌确实奇特。不过现在这里修了大量的栈道和护栏。看看这个栈道和护栏多宽，还修了很多台阶。这是朋友用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整个高一岭景区，可以看到白色的线条都是栈道护栏，还有好像修了2个玻璃栈桥，这些白色的应该就是以后的游客中心了。看来这个高一岭是要往4A 以上的景区来打造了。这里面有很多的湖，很漂亮。虽然这些栈道和护栏修得不错，但是和以前原生态的环境相比，感觉差了很多。这是用无人机从空中来拍我的镜头，看上去有点像小长城。在栈道和护栏的保护之下，虽然安全了，但是拍照的感觉差了很多。还是用无人机拍出来效果好一些。从空中看高一岭确实很美。
高一岭景区还是很大的，至少要玩半天，有3条很长的栈道。比较好的游览时间是下午4点以后进来，这样不用过于暴晒，而且光线也好，还可以顺便看看日落。这个是在高一岭用无人机拍的，是不是感觉还是刀背山的效果更好？这个是中间的第2条栈道，一直往前走有一个没有修好的栈桥。现在看到的是高一岭最好的一段路，下面也是悬崖峭壁，万丈深渊。这个地方原来没有修护栏的时候也是非常凶险。就是这个地方，下面是直上直下的。在这里试飞一个无人机。这边也修了个玻璃桥。从这里还可以翻过一座山。翻过山头后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水中有一个巨大的蜥蜴形状。这里拍照还是挺美的。这里是允许飞无人机的，所以很多人在玩无人机。估计以后这个高一岭景区面积还是挺大的，现在就有3个入口。现在高一岭还没有正式收费，3个入口中只有1个入口有村民把守。但其他的入口也都用一些铁板铁丝网封住了。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从这儿望上去还是挺美。和昨天的刀背山相比，这里路宽多了。我个人觉得高一岭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区。当然，如果来高一岭，最好也顺便去一趟刀背山，那里拍照确实挺有特色，但前提是用无人机来拍。现在是晚霞和落日时间。晚上回到民宿，这里的饭菜很好吃又便宜。老板介绍说，这附近还有很多其他的景点，准备明天带我们去这里的土匪洞和天生桥。这里就是土匪洞，旁边就是天生桥。这应该是我这个朋友飞得最好的一次无人机，但是无人机却在这里炸掉了。明天带大家去看这里附近的土匪洞和天生桥。